想象一下，您使用官方 Windows 10或11 ISO 文件进行了一次常规的安装，安装了这些来自微软的设置后，当你打开桌面时，它是那样的干净整洁。这里没有微软 Edge 或 OneDrive， 没有预装的垃圾软件应用程序，比如小工具或者例如 Copilot， 而且开始菜单很干净。此外，如果你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进程数，也是远低于标准 Windows 安装。然后，当你查看隐私设置时，你会发现所有设置都被禁用。Windows 运行的非常快、顺畅且响应迅速，无需您做任何事情即可达到这一点。所以你可能会想，这怎么可能 ？OK， 不卖关子了，请不要跳过这个视频，因为我会准确地向你展示如何操作，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微软允许您向 Windows 镜像添加应答文件或无人值守文件，这些应答文件可以用来修改 Windows 镜像中的各种 Windows 设置，它们在 Windows 设置过程的不同阶段执行。之所以我们可以方便地安装一个纯净的系统，所有的功劳都要归属于这个应答文件。那么应答文件从哪里来？文件内容该写什么？应答文件怎么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在后面的视频中一一讲解。虽然微软官方也给出了创建应答文件的方法，但是太过于复杂，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创建应答文件。网址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里。在这个网站，你可以通过表单的方式来快速配置应答文件的内容，而不需要自己去写任何代码。下面我们就挨个介绍一下比较常用的选项该怎么配置。如果你曾经使用这个工具生成过应答文件，现在你只想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进行某个选项的修改，而不是重新设置一遍的话，你可以在这里上传并导入已有的文件，这样页面上所有的配置项都会根据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显示，你只需要修改其中的内容，直接下载就好。这里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回到默认的表单内容，先看一下区域和语言的设置。在显示的菜单、对话框等组件中将会使用词语言，选择的语言必须与 Windows 安装镜像的语言相匹配。这里我选择中文。时间格式、货币符号、数字格式等等也通用选择中文。键盘布局，选择默认的微软拼音输入法。国家这里选择中国。如果你希望添加第二或者第三种键盘布局的话，可以在这里勾选，并且设置不同的输入法，但是我并不想这么做，所以我取消勾选。如果你不想自动安装，可以勾选这里，这样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你可以手动的选择以上配置项。当然，为了自动化，我不会选择这个选项。处理器架构，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 Intel AMD 64位的处理器。如果你不确定你是64位处理器还是32位处理器，你可以按住所有键并单击鼠标多选，这样就会创建一个适用于所有处理器架构的应答文件。安装设置，大家应该发现了，现在很多软件在安装的时候，会先检测你的电脑硬件是否能够流畅的运行，如果配置太低，还会被软件委婉的拒绝安装。Windows 11也一样，所以如果你的硬件配置没有达到 Windows 11的安装要求，你可以勾选这个选项，在安装系统的过程中，跳过最低安装要求检测，允许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安装 Windows 11，勾选这个选项，即使你没有网络也一样可以完成系统的安装。计算机名，每一台计算器为了方便在网络中被识别出来，都会有一个计算机名称，默认安装时，程序会给你创建一个随机的名称，如果对这个名称不满意，你也可以在系统信息里进行修改，或者可以勾选这个选项，自定义一个名称，在安装的过程中会自动给你设置好。时区默认情况下，我们都会让 Windows 根据语言和区域设置来确定您的时区。假设你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员工，需要与夏威夷的同事同步时间，你可以选择明确设置您的时区。当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横跨多个时区时，这一点非常有用。分区和格式化设置，如果你的电脑曾经处于双系统状态，那你一定会记得安装系统时一个重要的步骤。安装程序会让你选择将不同的系统安装在不同的分区。假设你只有一个硬盘，希望程序能够自动分区、自动格式化、自动安装，你可以勾选这个选项。这里就需要额外配置选择分区的方式，一种是基于 GPT 的，一种是基于 MBR 的。这个 GPT 可不是 ChatGPT， 选择 GPT 时，表示将 Windows 部署到基于 UEFI 的设备，必须使用 GUID 分区表文件系统，格式化包含 Windows 分区的硬盘驱动器。选择 MBR 时，表示将 Windows 部署到基于 BIOS 的设备，必须使用 MBR 文件系统格式化硬盘驱动器。具体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你当前硬盘的接入模式。除了配置分区方式以外，你还需要配置 Windows 的恢复环境。你可以选择单独在硬盘上分出一个固定大小的分区来安装恢复环境，也可以将未安装在系统的目录下，比如 C 盘的 Recovery 目录，或者选择不安装恢复环境，这样将会释放大约600兆的硬盘空间。对于第三个选项，使用自定义的脚本来配置您的磁盘，这就比较复杂了，不做深入的讨论。下一步需要设置安装的密钥信息，
如果你没有密钥信息，你可以生成一个产品密钥，用于安装系统，但是这个密钥只可以完成安装，但是无法激活系统。密钥规则将会根据你选择的不同的系统版本来生成，这里包括了教育版、家庭版、专业版等等。如果你支持了正版，将会有一个专属的激活密钥，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密钥信息安装，但是在当前页面无法直接输入，你需要在生成的英达文件中找到 key 的字段，将你的激活密钥替换原本的一串虚拟密钥信息即可。这样在自动安装时，将会使用激活密钥安装，系统安装成功后将会自动激活。Windows 系统是支持创建多个本地账户的，在用户账户这个配置项中，我们可以一次性自动创建5个账户，可以在 Account Name 这一列填写需要创建的用户名 ，Password 填写对应的密码 ，Group 是用来配置用户组的，管理员或者用户。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你不可以将所有的账户都视为 User， 至少有一个账户需要设为管理员组，如果都是 User 组，那么你就必须激活内置账户管理员并登录此账户，也就是传说中的 Administrator， 他才是真正的隐藏 Boss。假设你创建的5个账户中包含了多个管理员组的账户，并且希望系统安装成功后自动登录，那么你需要选择这个选项，它将会使用第一个设为管理员的账户自动登录。当然，如果你不希望自动登录，也可以选择 Do Not Login， 这样安装结束时会显示登录界面。在下方有一个选项，用于配置是否将你的密码使用Base 64进行加密后保存在应答文件中。我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多此一举。互联网时代都讲究一个云数据，刚刚演示的创建账户都属于本地账户。假设你希望使用微软的账户在不同的设备上进行同步，你就需要勾选这里创建一个在线的账户。选择这个选项则表示在流网的安装过程中需要你手动去连接这个账户。设置完账户以后，我们也可以账户密码的有效期。我的电脑没什么重要信息，所以我都是设为密码永不过期。如果你希望使用系统默认，就选择 Use Windows Default Windows， 系统会在42天后会提醒你更换密码。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密码过期时间，比如999天。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设置仅适用于本地账户，内置账户管理员的密码是永不过期的。当有人恶意尝试你的登录账户时，系统都会进行一些保护措施。默认情况下，当你登录10次都没有成功，账户将会锁定10分钟，无法继续尝试登录，10分钟后解锁。如果你不希望使用账户的保护机制，可以关闭它。同样，你也可以自定义的设置具体时间内的登录错误次数，以及错误后锁定账户多少分钟。毕竟每个人的电脑都有一些秘密，不要嫌麻烦，安全第一。我们会发现，在文件和文件夹的属性面板里，有一个隐藏的选项。当你勾选这个选项保存后，再次刷新当前文件夹，你会发现刚刚的文件不见了，因为这个文件触发了资源管理器中的隐藏属性的设置。当前这3个配置项在系统中也有对应的配置，它们可以用来设置是否显示隐藏文件和是否显示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如果选择第3个选项，那所有的隐藏文件都会在文件夹中进行显示。设置完文件是否隐藏后，还可以设置是否显示文件的扩展名。默认情况下 ，Windows 所有的文件只会显示文件名称，扩展名不显示。但是我更喜欢显示扩展名，这样我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修改扩展名来修改文件的类型。虽然这个操作很少有人用，但是对于我来说很方便。大家都知道 Windows 系统的每一次更新，其他 bug 每一件修复，但是广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功能却一个没落下。可以勾选禁用小工具的选项，隐藏新闻、天气这样的应用，让系统更干净一些。这里推荐大家可以观看这个视频，可以使用 Power Shower 一键删除系统里的垃圾应用，性能和速度都可以得到显著提升。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Windows 11的右键菜单让人感觉比尔又在自作主张，强行修改用户体验。我觉得还是经典款才是最适合用户的。如果想使用经典版的右键菜单，可以勾选这个选项。另外，你想显示所有的托盘图标，要记得勾选它。但是这是第一个测试版功能，我觉得还是不勾选比较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和系统相关的设置。第一个就很受大家欢迎，我遇到过很多朋友安装好系统后，没有一个不想方设法希望将 Windows Defender 卸载或者禁用的，难道就这么讨人厌吗？其实自从杀毒软件厂商都开始免费的那一天起，计算机病毒好像就突然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原因。我们可以勾选这个选项，就能实现在 Windows 设置期间禁用某些服务，从而阻止 Windows Defender 进程的运行。EOS14 是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中采用的一种控制机制，其原理是通知用户是否对应用程序使用硬盘驱动器和系统文件授权，以达到帮助阻止恶意程序损坏系统的效果。禁用以后就不会出现运行一些可执行文件时不断的需要你去点击确认的操作。这个 Smart Disk Control 也是 Windows 11新版本的一个功能，99%的国内用户都用不到，推荐禁用。下面这个也一样禁用就好。
Fast Startup 从字面上看是快速启动，但是它真正的含义是休眠功能，因为休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机，启用这个功能，您的机器将休眠所有文件，并在下次启动时从中断处恢复。虽然听起来很酷，但是 Windows 系统如果2天不关机的话，那系统运行速度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系统还原这个功能现在也很少在用，毕竟移动硬盘、网络云盘的出现，重要数据都会随时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备份，而且出现系统问题无法启动的话，那我觉得重新安装系统比使用系统还原更方便，所以我也会禁用这个选项。在 Windows 11中启用长路径可以让你处理超过260个字符的文件路径，避免因为路径太长而出错，让文件管理更方便。勾选这个选项就可以启用远程桌面服务，对于经常需要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建议勾选上。下面这个选项 Harden ACL， 它可以帮助你防止未授权的用户在你的 C 盘下创建可能存在风险的文件夹，但是如果电脑只是你一个人使用，我觉得可以不选。但是如果想防止别人破坏你的计算机，则可以使用这个设置。然后允许执行所有的 PowerShell 脚本，我个人觉得虽然 PowerShell 很方便，但是随便执行任何未知来源的脚本是一个很危险的操作，因为你从命令行中看不出这个脚本包含哪些内容，也许一个回车键，你的电脑就宕机了。建议不要选择。不更新最后访问时间戳，我也不知道具体这是做什么的，但是看描述提到可以提升文件系统的性能，我觉得还是选上吧。勾选 Do not reboot with users sign in 能让用户在登录状态下不会因为系统更新而自动重启，这很有用，谁也不想工作到一半，突然系统更新完成自动重启了吧。然后关闭系统声音，有时候觉得开机的声音就很烦，特别是忘记自己将音量调整到很大的时候，开机后突然一阵提神音乐，让人吓一跳，还是关闭比较好。禁用应用建议，这必须选中。外面的广告商无孔不入，一定要禁用。勾选以后就可以阻止微软偷偷的在后台下载软件。禁用设备加密，如果不选择 Windows 11会自动的对设备进行加密。加密操作其实就是把双刃剑，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最后一个设置，如果你是小白可以不用勾选。如果你需要在虚拟机中安装 Windows 系统，可以通过英达文件来预先安装这些虚拟机工具。我不会在这个视频中用到，所以继续下一部分。无限设置，默认选项可以让你在安装 Windows 的过程中，使用交互的方式选择不同的 WiFi 进行下一步。你也可以选择跳过 WiFi 配置，也可以直接自定义安装时选择哪个 WiFi 信号进行自动连接，填写正确的无线以及对应的密码。英达文件在安装的过程中就可以自动的连接这个 WiFi。英达文件还提供了通过 XML 文件的形式来配置 WiFi， 比较复杂，这里不过多讲解。下一个快速设置，你可以理解为隐私相关的设置。比如发送位置信息等等，我都会选择全部禁用。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全部启用，或者在安装过程中选择。最后一个，删除预装软件，这个设置我认为是英达文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我上一期视频中，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使用 PowerShell 在已经安装好的系统中删除这些预装软件。但是本期视频中，使用英达文件来控制安装系统时，不要去安装这些无用的应用程序。我一般都是选择全部都不要安装，但是如果你需要用到计算器，时钟这些功能，你可以单独取消勾选。那最后剩下的3个配置项，运行自定义脚本、Windows Defender、应用程序控制，以及 Windows 系统更多组件的一些配置，这些配置都不太常用，在本视频中就不详细说明了。当我们填写完所有的配置项以后，你可以选择直接在线查看 XML 文件的内容，也可以单独下载 XML 格式的英达文件。下载完成后，你可以看到下载目录中有一个 Alternating XML 的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我们刚刚所有的配置信息。下一步，我们需要将这个文件拷贝到 Windows 的安装镜像中。首先，你可以从官方下载 Windows 11的安装镜像。下载完成后，我们需要一个镜像文件编辑工具。这里我推荐使用 AnyBurn， 下载的地址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打开 AnyBurn 这款工具，选择编辑镜像文件，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 Windows 官方安装镜像，然后点击下一步。在这里，我们要将配置好的英达文件添加到这个镜像文件中，点击增加按钮，选择英达文件，继续点击下一步，选择要保存的新的镜像文件路径，以及设置镜像文件名，点击开始生成。这时工具会重新生成一个安装镜像。这个文件与官方下载的文件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个英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让你全流程自动化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生成的速度很快，在对应的文件夹下已经有一个新的镜像了。双击打开，可以看到英达文件已经存在于一个目录下。接下来我们只要使用任意一款 USB 启动盘制作工具，将这个新的镜像文件拷贝到 U 盘即可，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方便的安装一个纯净的操作系统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帮助。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便于在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视频动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